嬷在哪儿？他刚才明明身在此处，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？这是什么？是一只头骨。司徒家的偏院中，为何会埋藏一只头骨？先是写有血字的襁褓，再是这土中的骷髅头。哎呀，这个司徒家怎么阴森森的？你们说，会不会是破魂魔？说不定就是他，把这只头骨埋藏在这儿的。我看啊，血书中暗指的杀手就是破魂魔。一切尚是茫茫然，咱们还是先回房再说吧。走。哎，等等，我记得先前出来的时候门明明是开着的，这会儿怎么关了？哎，莫不是趁我们刚刚离开之时，有人偷溜进来了？先进去看看吧。哎，小心！包大哥，没别人啊。是谁？还不快出来！人回来了。失敬，失敬。赵某适才，听闻此间似有骚乱发生，便过来一探究竟。因无人应门，在下唯恐是幽灵作怪，便贸然闯入。谁知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吓得我慢着躲那儿去了。见过公子，敢问阁下可是族长家的贵客？正是。在下赵元林，乃全知开封府世之子，师从八贤王就随庞太师，人称京城第二富贵小才子。那谁是京城第一富贵小才子啊？当然是皇上嘛。是八贤王的玉佩。听莫新姑娘说，令尊可是开封府尹呢。他若是有这种幻觉，我也是没什么意见。啊，在下包拯，泸州人士，是进京赶考的学子。这位是白软软、展昭、南天竺。哦，原来是包兄啊！哎呀，自从包兄破获了泸州府尹一案之后，王爷常对你赞赏有加。今日泸州第一大才子遇上京城第二富贵花，这好比是豺狼遇虎豹，咱们是不相上下。在下不才，承让，承让，彼此。岂敢，岂敢！俩人头一回见面，咋还对上暗号了？在下正好有事，想向赵公子求教，不知可否坐下一叙？自然，请。我怎么瞧着这位赵公子像把公孙策与和儿融为一体了？听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不会吧？那这人也太分裂了。我等进京赶考，竟未成想会在此地与赵兄相遇。
胞兄一定好奇，在下堂堂金庄小才子，为何不在京城招摇，而要来此低调？算是吧。哎，即使胞兄不问，在下也要与你说道说道。哦，5日前，家父意外收到一封血色密札，信中写道：“见字如见骸，今已幽灵归来，白骨支离。空寂岭恐将陷入屠镇之灾，吾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”空寂岭，无命危矣，祈请金救。家父一向不信神魔之类的诺词怪说，他怀疑此封求救是有人恶意为之，但在下却有种预感，即信中所言早早可据。随后经我一番威胁，家父终于允许我以受命私访开封府为由前来探探虚实。你是如何能够威胁尊君的？家父向来最怕我缠着他，于是我告诉他，他若是不允许我来，我就请王爷帮我在府衙谋个差事，到时我天天赖在他眼鼻子底下，一刻也不与他分开。没想到啊，堂堂全知开封府事，竟如此好骗。那看来令尊一定很信任你。哎呀，家父对我不是信任，而是嫌弃。况且我向来实话实说，所以他才会被我一下一个准。啊，那赵兄既欲前往空寂岭，为何会又来这破灵阵呢？说来也怪，除了那纸求救信笺之外，密札之中还附有一张空寂岭的地图。我一路寻来，见其所在之处竟是所谓的破灵阵。其实，在来之前呢，我已经翻查过其他地图，发现从16年前起，这空寂岭突然在地图上消失了。会不会是因为它更名为破灵阵的缘故？应该不是，那地图上既无空寂岭，也无破灵阵，就像是它如无人之境一般。难怪那人说这是幽灵种呢，咱们该不会真进鬼窝了吧？听族长说，空寂岭的消失是和瘟疫有关。不行，若真是瘟疫所致，为何卷宗上无任何记载？我猜其中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听说破灵阵中每年今日都会有猫灵现身，不知赵兄是否知晓其详情？说起此传言，在下也略有耳闻。据说此猫灵名为破红魔，是人形，一张脸似猫非猫，且来去无常，靠吸食血肉为生。那赵兄可曾见过其真容？未曾。敢问在下能否接纳密札一观？哦，为稳妥起见，我早已将那密札付之一炬。哎，老兄，这是何物啊？看你怎么像护着心肝似的，一直捧着呢？此物虽不是心肝，但也八九不离十了。头骨。哎呀，世上还有此等怪事！此襁褓中的字迹与在下收到的那封血书字迹极为相似。这破灵阵真是愈发扑朔迷离了。包公子，莫心来给您添置些用品。来了。南姑娘，莫心妹妹。包公子，莫心给您准备了一些用品。多谢。
我家哥哥平时听惯了大吆小喝，偶一听妹妹这般温声细语，麻得他呀腿都站不起来了。妹妹，千万别介意啊。怎么会呢？真羡慕南姐姐，一身傲骨，说话亦可掷地有声。不像莫心，如墙内家犬，虽有寄居之所，却只能窃声窃气，终生低头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莫心姐姐好可怜。是啊。依赵公子看，我和莫心姑娘谁更美啊？什么竹？哦，南天竹。南姑娘美。怎么个美法？美得像个妖精。展昭，你快看看我脖子。哎，包大哥，你脖子上怎有这么多肿泡啊？肿泡？哎呀，这会不会是我们刚进镇的时候被蝎子蛰的？这不像蝎毒。会不会是破红魔借着蝎子和红烟掩人耳目，趁机给包大哥下的毒啊？哟，那我得赶紧带你们去找梅娘，她是镇上的神医。好，走啊，来，走。走。不过叫你去偏院安置些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，还不赶快回去把花搬到廊下？怎么，老娘说不得你是不是？啊？哟，这么晚了，几位是要去哪里呀？鲍公子受伤了，我带他们去看郎中。哎呦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就伤了呢？莫心，还不快去带路？是。鲍公子。让莫心姑娘回去吧，我带他们去即可。啊，那也行，那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这就是所谓的大腹风范，女子榜样。场面话怎么能当真啊？你们别看司徒夫人这样泼辣难缠，其实她的心思简单的很，人也不算坏。这还不算坏？司徒夫人对两个女儿的态度如此不同，想必司徒莫心不是她亲生的吧？的确不是。这位族长夫人是继妻，就连多罗姑娘也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不过多罗姑娘是前头正室留下的，处境比莫心姑娘强多了。其实比起夫人那流于表面的难缠，我反而觉得族长的心思更为莫测。啊？此话怎讲？哪里来的尖叫声？像是梅娘家的方向。走走。
呦，兄怎么办啊？我的手要废别乱了！说梅娘，你快救命啊！别急，我的手，哎呦！请，梅娘，见过梅娘。啊，园林，小桃子，叶兄，不准叫我小桃子。赵兄，他们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哦，这几位啊是今晚镇上新来的客人。这位是包公子，他中了不明之毒，请梅娘医治。哦，请坐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梅娘，你先给我治，我是靠手吃饭的人呢。哎，不就是个小口子吗？喊什么喊？我包大哥可是中毒，他还要靠脑子吃饭呢。他欺负我。让客人下来。哎，包公子，请坐。以前莫欣姐姐好像也患过一样的病症，但是都是梅娘给治好的。你们呀，算是找对人了，保管药到病除。莫欣姐姐，不知莫欣姑娘是因何而伤？那姑娘糊里糊涂的，自己都弄不清缘由。我还想问问你们，在哪里碰上此毒呢？啊，我们刚入镇时碰见了一个据说是破红魔的人。他消失不见后，包大哥的脖子上就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只蝎子。我料想，多半就是他下的毒。破红魔，是不是就是传说的那只猫灵啊？正是。观其伤处，我看不像是蝎毒所致，反而像是某种毒草。这药连抹3日，我再给你一瓶解毒丸。内服外敷，3日便会痊愈。好。回去早些休息，今晚就不要沾水了。多谢梅神医。梅神医着手成春，让在下想起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女神医。她若还在世，你二位或许会有惺惺相惜之感。是谁与我们梅神医一样厉害？是我奶娘何仙姑，她原先就住在这个镇子里，不过那时此地尚被称作空寂岭。避世避久了，心也闭塞得很。我对其他神医啊，一概不知。其实我等为寻空寂岭而来，却见此处已更名为破灵镇，而且周边镇子上的居民也大都不知道此事，所以不知这破灵镇发生了什么变故。我原本不是破灵镇的居民，即便有什么变故，也未曾经历过。在下好像听族长说过，镇子里面的万灵秘阁中放着破灵镇志，那上面记载了此地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好像就连族谱都有。那我们可以去取破灵镇志看看，说不定真的能找到阿荣姐的生身父母呢。万灵秘阁是猫灵的潜藏之处，族长已有言在先，凡擅闯万灵秘阁者将会受到诅咒，
一旦身中诅咒，将会万劫不复，说不定还会连累其他人。因此，任何人不许踏足一步。梅娘，你看我一眼。你这点小伤口都要结痂了，少来霍霍我的药。我是靠手吃饭的人呢，万一残废了怎么办？我还有这么大一个表兄要养。哎，在下怎么看是燕兄在外打猎赚钱，回家还得劈柴烧水做饭呢？你个公子哥，怎么晓得我们这种升斗小民的苦处？懒得与你分别。梅神医，您就给他一点药吧，免得他回去又续汤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拿着。多谢梅神医，那咱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客人先走。哼。多谢梅神医赐药，我等先告辞了。阿南，送送客人。哎，好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！我最讨厌鹅和鸭了。啊，抱歉，吓着姑娘了。这位公子是？啊，在下欧石南。此间竟有如此清秀少年。欧公子果真人如其名，一笑生花呀。人如其名，欧石南是唐时从外邦传过来的一种花，听闻此花生得轻巧秀丽，玲珑剔透，与平常花草颇为不同。原来如此。日后你若再拿鼻孔看人，我便唤你小花花。什么话？那我送各位出去吧。稀罕你送。哎，小叶，动不动就是这个狗脾气，谁还能总惯着你？自己把自己惯得挺好。哎，那各位请吧。今日遇见这几位，似乎都是外姓。他们是一直住在镇上，还是暂住此地？梅娘虽是从外镇迁居而来，但也住在这里很多年了。欧世南是她的养子，自然也常住镇上。至于陶艺，我听莫心姑娘说，她是半年前住进破灵镇的。那燕公子呢？我看他很像江湖中人。燕无形是陶艺的表兄，也就比我早来了几天。现在陶艺家暂居，至于是不是江湖中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恐怕过了今晚，司徒族长就会将我们驱逐出镇。若想在此前查出阿尔的身世，我们只能去万灵密阁闯一闯了。这主意好，去万灵密阁，这样说不定咱们还能找到那具白骨的残骸。可族长已经下了禁令，万一被他发现我们私闯万灵密阁，怕是不好收场。哎呀，这种不着调的禁令，若是无人违反，那他还存之何益？这破灵镇又有什么挑战性可言？哎呦，这脱了簪的家马比野马还狂呢！你才是马！放心，宝兄，查案之事全凭你做主。你有头脑，我有身份，咱们可谓是天作之合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在下一定会护着包兄。那就多谢赵兄了。阿润姐姐，你去不去万灵密阁啊？去，此行不去，就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寻亲本就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万灵秘阁既然是猫灵栖身之处，肯定危险重重。我没有把握保你们全虚全伪的出来，就不能让你们涉险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更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了。阿荣姐姐，还有我呢，我可以保护他们呀。你或许并不知，这秘阁之中啊，一般会有机关。你一个人进去，固然灵活，但是武功再高，也可能折在机关之上。还是多几个人去，稳妥些。关键时候还能多条出路嘛。就是，我们一起去。就这么定了。我知道万灵秘阁的位置，我这就带你们去。咱们走。哎，等，你刚刚还说所有的事全凭包大哥做主吗？怎么现在就开始发号施令了？一切是由包兄做主，但至于怎么决定嘛，我说了算。走吧。走。就是这儿了。是不是破红魔又出现了？铃声一响，准备好事。你们说，这会不会预示我们进入万灵秘阁会没命啊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他本事再大，也总难敌过我们5个人。哎，铃声怎么又停了呀？先别管声音了，咱们还是速战速决。拿到破灵阵质之后，赶快离开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走。哎，包大哥，这锁怎么被撬开了呀？会不会有人捷足先登啊？看起来不像是被撬开的。赵兄可知万灵秘阁的钥匙在何人手中？不知，我想应该在族长手里。那现在进还是不进？进。敌暗我明，随时都可能生变数，大家小心。不知为何，一进来，我的心就不自主地慌了起来。初入血魂林时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杀气，这里却是什么？3分妖气，4分冤气，2分邪气里还有1分灵气。说来说去，就是没有1分人气。阁外阴悠悠，阁内凉飕飕，可真不像人待的地方。破灵阵质必不会让人轻易寻得，不如咱们分头找找吧。好。